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真的实现了长生不老技术，你会想要尝试一下吗？第二个问题，如果这种长生不老技术只能让富人享用，应该怎么办呢？嗨，大家好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长生不老。对了，这边要跟大家说一下长生不老这个概念。长生不老呢，它不代表着你是永远都不会死。它只是说呢，它可以让你延缓衰老，可以让你活到200岁，或者说更久。那总不可能说一个人在200岁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又或者说呢，他在坐飞机的时候坠机了，到时候的他连尸骨都找不到了，你总不可能说他还可以活着的吧？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以后的技术已经可以发展到我们把记忆变成数据来保存，然后通过这项技术把数据传输到另外的身体当中，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活着。不过这又是另外一个话题，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留言，我们后面可以专门做一期来讨论一下。所以说呢，我们这里讨论的长生不老，它只是延缓衰老。延缓衰老呢，不代表它就可以让你永远的活着。在硅谷有一位富豪，他叫做布莱恩·约翰逊的，今年40多岁吧，身价差不多接近10亿美元。为了保持永远的年轻状态，布莱恩呢不仅每天都要吃100多粒药，还要接受各种红光和电磁治疗。之前在新闻里报道的换血实验的人就是他，他把自己17岁的儿子还有70岁的父亲跟自己的血液进行交换，他主要还是希望通过年轻的血液来延缓衰老，并且他每年都需要花200多万美元来做这件事情。那长生不老技术真的有可能实现吗？如果可以实现，要通过哪一些技术呢？首先，如果我们要理解长生不老技术，就要理解它背后的基因技术，因为我们人类呢，早在几千年前就有了改造生命的想法。比如说选择性的育种，通过培育出更高产的物种或者更健壮的畜牧，这就是早期人类的农业生命工程。不过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手段还非常简单，主要还是通过挑选优质的个体来繁殖。直到20世纪的时候，人类才真正的开始了解生命的密码，那就是 DNA。DNA 呢，它决定了每一个身体的外貌、性格，还有健康状况等等特征。科学家发现，只要稍微改动 DNA 的结构，就能直接改变生物的特征。这一发现呢，让基因编辑变成了可能。到了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科学家们呢就学会了把基因片段植入到不同的生物体内，这样技术就可以让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面改造植物、动物，甚至说呢生产药物。比如说以前为了获取胰岛素来治疗糖尿病，就必须从动物上面提取，现在就方便了非常多，因为呢基因工程技术就可以让细菌直接生产胰岛素。虽然说基因技术在农业、医学等领域上面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但是真正让基因编辑变得非常平民化的，主要还是 CRISPR 技术。CRISPR 的出现呢，让基因编辑变得非常的便宜、简单而且精准。科学家们呢就把它称为基因剪刀。通过 CRISPR 呢，科学家就可以通过修改 DNA 来替换人身体上面有缺陷的部分，然后修正那些导致疾病的基因。现在呢，这项技术已经可以用来治疗一些遗传病、罕见病，还有一些抗癌的实验。这项技术带来的最有前景的应用还是抗老的研究，并且科学家发现，衰老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基因损伤和细胞退化的结果。随着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不是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逐渐变差？基因损伤的累积呢，它才会导致衰老还有死亡。它就可以用来延缓衰老这一退化的过程。比如说呢，科学家就可以用这项技术来激活长寿的基因。或者说呢，增强细胞的再生结构，让身体进行返老还童。现在科学家已经在实验鼠身上已经实现了逆转衰老的现象。虽然说呢，我们人类现在还没有成功的案例但是这也让我们离长生不老更近了一步。除了这项技术呢，科学家还尝试了其他延缓衰老的手段，比如说像是干细胞的治疗，这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技术。干细胞呢是可以分化成各种的细胞结构，它可以用来替换衰老又或者说受损的细胞。理论上来说，利用干细胞是可以不断更新人类的身体细胞，可以永远保持身体的年轻。科学家已经在动物的实验中用干细胞延长了小鼠的寿命，但是呢，在人类的实验中目前还在临床实验当中。另外一个领域是 DNA 端粒延长技术。端粒呢，它是一种 DNA 的保护结构，它位于哪里呢？位于染色体的末端，因为随着细胞分裂的次数增加，端粒会慢慢变短，它就会导致细胞无法再生，这也是我们变得衰老的原因之一。科学家们呢，现在也正在探索如何通过延长端粒来延缓细胞的衰老。实际上现在也是有实验成功了，在实验鼠身上已经延长了它们身上的端粒，并且延长了它们的生命。最后一种技术呢，就是前面提到的年轻血液疗法。年轻血液疗法呢，就是把年轻小鼠的血液输给老年小鼠。前面不是提到了吗？硅谷已经有一位富豪已经尝试过这种实验了。这项换血技术呢，它可以让老年小鼠的细胞活性提高，甚至呢出现逆转衰老的现象。不过随着这些技术的成型很多的科技巨头
也逐渐涉及到生物科技领域上面。比如说像谷歌、苹果啊，那以谷歌为例吧，它旗下的生物实验室就致力于延缓衰老机制的研究。他们呢就希望可以找到延长寿命的有效方法，因为呢这些科技巨头不仅有钱，而且有资源，他们还非常希望在基因工程还有抗老方面取得先机。如果未来这些技术成熟了，长生不老技术会不会真的只成为一部分人的专属？毕竟呢，每一项新技术刚刚面世的时候，它都是非常昂贵的。他们通常是服务于那些最有钱的人群，像以前的手机、电脑，还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最开始呢也是为富人而服务的。如果长生不老的技术被富人给垄断，是不是意味着富人不仅会变得有钱，而且还会拥有更长的寿命？如果这项技术的出现，我们普通人会因为买不起而排除在外的时候，我们的社会会不会变得不仅有贫富差距，还会有寿命差距呢？虽然说生老病死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但是长生不老如果真的变成了现实，死亡不再是终点，生命对于我们的意义会是什么呢？我们还会珍惜生命吗？我们会变得麻木不仁吗？而且呢，目前基因编辑技术也有着非常大的风险。尽管 CRISPR 让基因编辑变得非常精准，但不代表着它就是100%的安全的，因为基因的微小改动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说像是隐藏的突变，还有各种癌症疾病。而且这些基因的传递也有可能会在下一代的时候才会显现出来，甚至说还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的基因库上面。如果被某一些不良的国家掌握的话，那有了这项技术，那不就可以改造出更听话的人吗？甚至说呢，它还可以造出超级士兵，并且呢，这项技术呢，如果落在不好的人手中呢，就可以随意进行人类改造了。之前那个深圳的教授不就是个例子吗？所以说呢，它还是需要一个非常严格的法律来监管它，确保它不要被滥用。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说，长生不老技术确实是一种进步，因为呢，它让我们摆脱了疾病和衰老的困扰，它有可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健康，而且更丰富。之前在看《未来简史》这本书的时候，他在里面就提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唯一的公平就是每个人都会死亡。那如果有一天连死亡都不再公平了，那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呢？那有钱人不仅有钱，还能比你活得更久，那这种社会你能接受吗？而且长生不老技术是否值得追求，这还是一种非常开放的问题。毕竟呢，我们对很多东西都是非常期盼，但是又非常害怕的，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永远保持对生命的敬畏吧。毕竟未来正在慢慢到来。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还希望大家可以点赞、订阅、加分享，感谢大家。